山公园，在像你家旁边的公园一样，把车那么一放，你就感觉哇，这个感觉非常的贴切，就好像你家旁边就有一个小塔陪伴着大家。所以呢，街区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希望跟用户们走进这样子的一个承诺。那今天来到这个真正户外的街区也是希望呢跟用户朋友走得更近，走得更远哦。是的，所以我们口号第一句就是同行3000万。其实说到3000万是怎么由来的呢？我跟舅哥也有幸亲自见证，在前段时间12月，我们在工厂亲自见证了长安汽车第3000万辆的下线仪式。是的，这个时候真的是振奋人心的时刻。第3000万辆台的中国品牌就是阿维塔，而且呢，这个所谓的这个揭幕的仪式现场，也在我们的小塔的重庆制造工厂进行这样比较大的一个典礼也是我觉得非常感动的时刻，非常非常的激动，也非常感谢全球伙伴的一路陪伴。3000万不仅是销量，其实更多的呢也是品牌与用户的共筑。那除了想问舅哥为什么是伙伴街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口号的下一句了，一路新长安，这个新到底是什么意思？对，其实你可以理解成为新其实之于旧呢，那其实肯定是新啦，但是这个新体现在哪边呢？其实在方方面面，像我们今天跟用户们走在一起，产品我们不断的创新，服务我们不断的推新，再来就是什么？再来就是更多新的一些体验上面的，不论是我们门店，不论是我们的这样子一个服务的体系，或者是接下来有更多新的一些打卡点。举个例子，海外的一些打卡点，小塔走出海外，走出国门，这都是一些新的体现哦。是的，所以说我们一直有一个口号叫做新豪华阿维塔，这个新呢也代表着新能源、全球化和智能化这样的一个展现。同时呢，也让我们知道宣告以新长安姿态开启品牌向上征程，在传递感恩过往和奔赴新局的决心同时呢，也跟用户们共同携手，共创了很多的美好瞬间。是的。那在这一场直播，我们将会共同见证长安汽车全球粉丝共聚山城的画面。不仅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阿维塔联创展台，也能够看到很多线下街区互动打卡的点位，非常的好玩。是的，其实呢，大家都知道小塔，或者大家可能刚进来直播间阿维塔是谁打造的呢？是长安、华为、宁德时代。但是今天的粉丝街区，我觉得非常有趣哦。今天呢，我们在这个阿维塔的展台呢，是由3个品牌共同打造的：阿维塔、华为跟卡萨帝。那你想想看，那个长安叫做安维德，这谐音叫阿维塔。今天的展台叫做阿维卡也是一个谐音今天非常的巧，这个缘分就是如此的奇妙。是的，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去仔细的了解一下咱们这个展台的小小的趣味点和趣味性了。那在现场其实又来到了很多我们的这个新朋友线上的粉丝朋友们肯定说哇这么热闹，我也想参加。但是朋友们，你们的福利还是有非常多的。舅哥，据说我们线上也为朋友们以及我们的塔友们准备了非常多的购车福利，以及我们的观看直播的福利。是，没错没错。锁定直播间呢，我们就有各种的好礼要给大家去抽选那其实讲到福利也要来提一提我们这个阿维塔的1月份的这样子一个销售的政策跟售后的一个政策啦。那1月份我们围绕着这个带塔回家，因为毕竟我们接下来就是要过年啦。过年呢，大家都希望开着新车回家，热爱加码这个带塔回家。月度的主题呢，我们总共会有什么呢？全系1万元的超级置换的一个补贴，零息的一个这样子一个零息金融的方案，以及呢加充装的一个折扣，包括呢我们还有粉丝盛典进行抽奖。有49999元的购车抵扣券这真的是福利满满的一个体现那购车福利在年终想要买车的朋友们，你们听到是不是很心动呢？有没有想要线下去算算价格的，也可以点击我们屏幕下方的福利小风车，帮你安排到就近门店。是的，那现场我们也看到很多老面孔啦，各个老小塔，我看到这个06车主还有011，人太多了，太多了，真的是我觉得。来到这里真的会感觉到，就是说，其实小塔不孤单，小塔一路走来，不仅仅有各种的这个用户朋友的陪伴，还有各些这个长安、华为、宁德时代、卡萨帝各种的这些大的这个集团的一个陪伴。
我们一路走来真的是不孤单之外呢，走得越来越稳，越来越好。哎，不能光听说不孤单，光听我们非常好，我们是不是得给线上的朋友们送点福利？刚才说的呢是参与观看直播的购车福利，以及线下的购车福利，在1月份。那我们线上这个粉丝盛典，给我们塔友们是不是也准备到了一个明天的小活动和小福利？我听说好像是有这个大额的1值呀，以及接车券呐等等。对。在这个今天也剧透一下，今天是1月7号，明天1月8号的早上的11点到下午的5点哦，我们通过阿威塔 APP 线上的这个服务的抽奖呢，仅限车主参与哦，这个线上狂撒777张单程取送车券，100张基础保养等服务的这个福利，以及呢参与更有机会抽中锦鲤大奖，包括什么呢？我们的奖池有5年免费的基础保养券7张啊，主力的奖项有什么呢？单程取送车券的777张，还有呢基础保养券100张，还有阳光普照奖参与就有的20的1值2000个。哇，所以说线上直播间的朋友们，如果你已经是阿维塔车主，一定要关注明天的1月8号我们线上的一些福利活动喽。希望大家都可以在新的一年抱大奖回家。那感觉这一次的福利也让我们感受到了10年是时间的刻度，也是陪伴的重量。那从第1位粉丝加入，一直到我们3000万用户同行，这一路长安与大家都是并肩奔赴的。我们阿维塔一直有个口号叫做志在随心，奔赴热爱。在这一刻，我也亲自见证了这样的一个口号力量。对，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可能想说是在喊口号，但事实上你看到现场各个的车主朋友们哦，真的我其实觉得成为阿维塔的车主非常的幸福。为什么呢？食衣住行都有了啊！这个食衣住行，现场的人发放好看的这个衣服，招待一些很好的一些，比方说像我们很多这个车主的活动啊，大家住在这样子一个度假村也好，同乐对吧？食衣住行，那我们出行都有小塔陪伴，并且呢，随时这个 OTA 的实时的更新也是非常频繁哦，让大家都能够享受得到智能化体验的一些东西哦。是的，除了我们非常热闹的这个伙伴街区阿维塔的展台，因为这一次是联合展台嘛，同样的备受瞩目。除了我们线上的小伙伴，也有线下小伙伴，现场也来了非常多的朋友。据说我们这一次在这个展台，咱们的用户客户官陈春总也会亮相，亲自呢带大家去感受一下我们联合展台的黑科技的独家惊喜和秘密。朋友们，线上的小伙伴们，你们想看吗？如果你们想看的话，公屏当中扣出响，我们稍后呢就会把镜头跟着我们一起探究一下这个陈春总讲解到底有哪些奥秘。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说，在整个这个所谓的阿维卡，今天我们阿维塔、华为跟卡萨帝共同打造这个街区的展台哦。它不仅仅是展现我们车子的一些外观非常这个酷炫的设计之外呢，智能家居、智能居家的这样子的一些展示，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车内有很多的这个车家互联、车手互联这样子的一些功能，其实都能够到我们的展区实际上去体验一下。是的，等会儿不仅有陈春总来，其实有我们的主持人兼我们的车主冰月，也是我们大家的老熟人了。还有一个非常帅气的这个 KOL 会来到现场，跟大家一起共同探秘我们联合展台的美好瞬间。刚才说到了这种联合家居一起破圈的这种新生活体验，我们正好站在06前面，06有个口号就是破圈，对不对？吸引了很多跨年龄层的用户。那线上有没有06的车主，包括我们阿维塔的车主？这一场直播一定要看好了，你能够解锁不少我们现在以及未来大家可以展望的升级到的黑科技。其实我觉得有这个阿维塔之后，真的很多人都跟我分享，第一是什么？省钱因为呢开的这个新能源车确实可以省下不少的钱，不仅仅这个家电也很快，然后呢这个费用也很实惠。是的。另外就是保养，我们也非常的省心。接下来呢，我们要看到的是我们的这个陈春总跟我们的这个太期待了。对，冰月，我们的车主冰月，对，一探究竟吧。一探究竟，来。你好，冰月大哥，你好。
欢迎欢迎。是的，我们先跟直播间的家人打个招呼吧。好，直播间小伙伴大家好啊，我是阿维塔客户体验官陈春。欢迎来到我们的这个阿维塔今天给大家设置的呢是移动的家啊，移动的家。今天的话也是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的主展台除了我们2台非常漂亮的这个展车以外呢，还有我们后面的很多像我们的合作伙伴华为和卡萨帝的这种生活家居的这个场景我们也是想通过这个场景呢，让客户呢能体会到能感受到，就像我们的这个主题一样同行3000万，让我们除了用车的陪伴生活的陪伴也一路走进我们的这个客户的生活当中去。是的，我们的春总刚刚说的非常好。我觉得这一次给到我们在展区，就是有一种非常温馨的感觉，也是非常舒适的。因为刚刚其实我们也一直有在聊到我们阿维塔的各款车型嘛。那我相信大家对于阿维塔的车型也是非常的关注和非常喜爱的。然后刚好我们身旁这款车型，我们的07，这里也是受到很多朋友们关注的，所以我们也让我们的春总可以跟大家好好的说一说。好的，我们这身旁大家看到的这个。我们的阿维塔07呢是智美豪华都市 UV， 都市 SUV。那这一台车的话，我觉得对我们家庭的这个使用和出行真的是非常友好的像我们的很多的这个配置，确实在同级里面确实是非常领先的。像我们的前排双灵中离座椅这个舒适感是非常强的。像我们平时为什么叫智美呢？就是智能又漂亮的意思吗？非常准确，非常准确这么理解对，智呢，这个因为我们搭载的是目前这款车的时候的话是我们可以看上面的外观上面上面是我们192线的这个激光雷达。那全车的话还有3颗这个4D 毫米波雷达。那它可以实现就是目前是鸿蒙的我们的4.0的这个智能辅助驾驶这是技术搭载的但实现的功能的话，可以让我们的小伙伴，让我们的用户可以在从车库刚刚上车的时候只要去拨动这个档杆，那到最终的目的地都可以轻松的辅助我们去完成这一趟旅行包括通过一些匝道高速的 ETC 口都是没有问题的。它都自己可以完成了。非常方便，帮助我们一起完成。停车什么的我要管吗？这个也要管也是要管的就是你要坐在上面。会停车辅助。对，会辅助我们去完成也是可以不在上面也是可以完成的。好，那美的话，我们也是可以看到这台车的话，也是我们家族的式的脸谱碟式的这个前脸。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整个车身车身上半部的这个线条的话，它是这种悬浮式的，是悬浮式的，所以看上去也会非常的就是这种体态感非常的这个漂亮。是的，因为其实说到阿维塔07，我还是对于这款车型还是非常熟悉的，因为从它当时出来之后，我们就去做了一个7777公里的这个续航的挑战。续航挑战。是的，所以说当时其实我就很有这种非常深刻的感受，因为当时其实我们经历了很多的一些路段然后当时其实我坐在后排，因为得一直回复弹幕嘛，那很多小伙伴就会很担心，他说：“哎呀，主播会不会容易晕车你一直盯着手机。”完全没有。那你说到后排有一个功能我一定要介绍，就是我们的07的这个后排的话，我们的后排座椅是可以调节角度的，就不会让我们的后排的这个乘客就是坐在后面感觉时间长了会觉得这种腰背难受。对，那我觉得这个设计其实很贴心，因为对于像我们有时候全家人出行，那可能对于长辈来说，我们坐久了可能腰酸背疼的，那这样可以去贴合到每个人的这种身形。对，并且我们后排还有通风加热也都是有的是的，照顾到我们全家出行的每一位人。像这样子的天气，我们就可以打开我们的这个加热的功能，可以暖和一会儿了。是的，所以说还是非常的惬意，也非常的舒适那我们其实也看到，因为我们现在像我们阿维塔07的话，其实也是可以说是在很多的一些地方是超越了行业标准的豪华的，对吗？这个点的话，一个是刚才讲到的我们的双灵中离座椅另外的话，这个车也是有25扬的这种英国这种质保的音响，这个级别的就是那100万豪车级别的这个音响，在我们车上也是有的。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它是豪华的享受的体验也是因为有这些更好的配置，让我们
用起来更舒适。是的，是的。哎，我觉得确确实实能够是让我们在整车当中能够感受到这种舒适和豪华再进阶了。那因为我们整个在现场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包括我们这次的展台嘛，是我们的卡萨帝，还有包括我们的华为和我们阿维塔联合起来的。那其实我们大家也知道，对于像我们在华为这一块的话，也想问一下，就是对于我们07的车型有着什么样的赋能呢？07的话，一个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就是智能辅助驾驶这一块，我们搭载了相应的这个配置哈，也是相应的同级领先的。另外的话，我们的这个座舱的话，也是鸿蒙5.0的这个座舱，我们的很多就是华为的，像刚才大家看到的一些设备，在车机上我们可以做到很好的一个联动的，对，做很好的这种互联，哇，那很方便耶，可以手机就可以开车了。是，它就是很可以方便，更便利一些。对，更便利。对。那我觉得在这些点上都可以让我们在实际的这个用车过程中去体现。那其实还有就是大家现在都在提到，安全才是最大的豪华。安全啊，这个点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看这个外观哈，外观上面这种流媒体外后视镜哈，我觉得在这个点上的这个配置的话，也是可以让大家就是在很多场景真的是用起来，让我们的这个使用的这个过程的这个安全性哈，也是有很好的保障的。像这个外后视镜的话，那大家在雨天哈，就像我们需要倒车需要那个的时候，平时如果下雨的话，你知道如果没有像这样的这个后视镜，普通的后视镜的话，相对来说这个确实看着会非常担心哈，也会比较焦虑。天特别就是光线特别暗的时候啊，或者是雨特别大的时候像这些对女生特别友好对女生，对，里面就看到了是吧？对女生特别友好。而且很清晰，因为其实我是有一点近视的，然后我有时候其实很担心，就是晚上开车嘛，因为会觉得说有一些道路可能看不是特别清楚或者说如果说又是下雨的夜晚的话，更不敢开车了。但是我觉得，因为有了这样子的一个配置之后，我觉得可以让我们随时随地在出行的时候，至少我们在安全方面能够有到更加进阶的保障了。对，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些点上面都是满满的安心感我觉得刚刚是跟大家去聊到我们的阿维塔07嘛，因为其实07也是受到了很多我们小伙伴们的这个关注，还有很多小伙伴们的这个支持。那刚刚我们是看了我们的 SUV，那我们相信我们直播间的所有的小伙伴们对于我们的这款车型有了很多的一些更加深刻的一个了解。因为刚刚我们其实也大概的跟大家去聊到了它的一些智能方面，对，然后包括像我们的安全方面，以及像刚刚其实我们的泰哥，我们刚刚自己私下我们就在聊，我们就是在一直说阿维塔的就是外观设计颜值怎么可以做到这么高入手了吗？泰哥有这个打算了。是的。那如果要说到颜值的话，那确实我们有一款的车的颜值应该说是顶牛级的这个你也是因为我知道你也是我们的06的这个车主说今天在这个展台上也有我们另外一台，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型的这种应该叫年轻人的第一台应该想到的第一台豪华轿车。是的。对的，那我也是非常有幸的成为阿维塔06的这个车主因为我觉得每一次开这个车出去的时候，这个回头率太高了。这个回头率确实很高是的，而且它的色彩颜色也很丰富我记得应该有一个是那个橘色的那个也是就是非常亮眼非常亮眼。而且这个车我觉得非常就是像对年轻人对女士是非常友好的。像这款车我们前门的话2个门是这种电动门然后坐上去的话是把这个下雨，你经常我们下雨天开了门之后伞一收坐进去就不敢伸手出来的那整个衣服会全部湿掉这个时候就不需要踩一脚这个刹车门就自动贴合过来了还有一个对就是我不知道泰哥来这个重庆有没有去吃火锅有没有感受到重庆的经常对那平时我们吃了火锅身上的有这种油烟味或者火锅味的时候，吃完火锅之后整个身上都是味儿。对。那在我们的衣服实际上在这个座舱里面的话，那我们的阿维塔06的话是有配这种纳米水力空调的那相当于这种就是有味道的衣服在这里面没关系不用去那个也不担心把这个车里面的也染上这个味道它会很好的把这种味道都净化吗？净化掉。对一个是
对，另外一个作用就是对女士来说哈，这个美容养颜哈，保湿也是有非常对补水的，可以在冬天移动的特别有用，冬天对移动的养颜仓哈，它就是一个移动的养颜仓。哎，所以说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棒，而且从我其实提车开始啊，从就是坐进车内，我其实都没有闻到过任何的那种异味儿，所以让我觉得其实也是非常安心的。是的，然后包括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你看，在我们不管说是外观，还是说我们车内的颜值，其实都是很高。而且刚刚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提到，因为我作为阿维塔06的车主嘛，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日常在用这一款车的这种感受。因为我自己平时的话，其实因为工作的原因，其实经常是各个地方的去跑。但是我发现这个车，因为我是买的纯电车型，续航完全没有焦虑啊，没有焦虑。甚至有时候我去充电嘛，因为它是超充的，有时候我可能吃完饭，他早就充好在那等我了，已经。对，都是他等我。所以说，真的就年轻人生活的节奏比较快嘛，它确实让我们很省时啊，省时就是。它无论是就是一个06、07，它都支持我们的超充，像10几20分钟就能充到30%到80%的这个电量，就可以从30到80可以充到这个电量上面去啊，让我们就出行的话更节省。是的。吃顿饭的时间都不要，实际上你去买瓶水，电都充好了，喝杯咖啡，就搞定了。是的啊，也是让我们在那个出行的过程当中，也是能够更加的优雅给大家去带到了。因为刚刚我们其实也一直反复的在聊到我们的阿维塔06和我们阿维塔07，然后也想问一下我们的春总，您觉得咱们这样的车主朋友是怎么样的一群好伙伴呢？06、07的这个车主朋友，就是在我身边的2位我觉得是我们的现有客户和准客户啊。因为上一个月在上个月的时候我也参加了，就是我们在广州举办的一次06的超6运动会，在那个活动上结识了非常多的06的这个车主朋友们。那像他们的话，我的感觉就是一群非常有这种激情的年轻人，非常有活力的，对，就很想，他们很愿意去尝试很多新鲜的新鲜的事物啊，一些新鲜的这个活动啊，这一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其实阿维塔在去年包括今年我们都会不断的为客户来组建和举办这种就是不同的这种户外的这种运动类的这种活动。是的，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越级，去好好的去享受到我们的生活。那其实包括像我们很多小伙伴们也很关注到的，就是我们阿维塔的7星级服务，就想问一下我们春总具体有些什么呢？7星级的服务这个就像刚才说的我们的车一样智美，我们叫智美7星级服务。那其实我们想打造的呢，一个是智呢是我们想未来的这个服务更智能化、更主动就是让我们的客户不需要去操心我们的车，操心自己的用车的很多场景，这是智。那美的话，我们在26年的话，我们也会有新的形象的，无论是门店也好无论是这个我们人员的这个形象，都会有相应的更新做很多的升级大家也会感受到我们2.0的这种新的这个形象。那么7星级的服务呢，我们是想就是就像我们今天的合作的小伙伴一样，就是卡萨帝也是我们也在相互交流学习，不光是产品方面的这种融入和结合，在服务上我们也在相互的这种借鉴和学习。那7星级的服务，我们想打造的就是在很多服务的细节上，我们要超过过去原有的一些标准。是的，我们相信我们的阿维塔也可以不断的一直向前，给我们的所有的用户朋友们去带来到更好的产品。我相信我们阿维塔也正在这样做着所以说我觉得其实作为这阿维塔的车主来说，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个品牌一直不断的带给到用户更好的东西，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非常开心，也觉得很感恩、很自豪的事情谢谢。是的然后再加上刚刚其实我们的泰哥我们在一路上也在聊，其实我们的阿维塔的车型一直在讲究一个原创设计的理念嘛，然后所以说你看我们其实刚刚一直在说开着我们的车回头率很高，那我觉得其实大家也是能够感受到，包括像我们阿维塔11的那款车型，好像在我们的原创设计方面还得过奖，得的是对，我记得是德国的应该是红点这个大奖，红点设计是吧？红点设计奖，对，
是的，所以说也是一个在我们业内当中的一个口碑都是非常好的啊。所以说我觉得也深深刻刻的去感受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品牌带给到我们的一些用户朋友们能够有着一个更好的体验。不管是在您上车的，我觉得从那一刻开始，就是我觉得安全和服务始终是陪伴着我们用户，是的，也以用户为中心的啊。所以说我们感谢春总今天也跟我们去分享了很多。那既然今天也是我们的第10届的全球粉丝的盛典，也想问问您有没有什么想，就是跟我们直播间的各位伙伴们有什么想说的吗？那我想第一个呢，今年也是这应该是我自己参加的今年的第一场直播，那也祝线上的小伙伴们大家新年快乐。那也感谢过去一直以来对长安、对阿维塔的这个品牌的这个信任和关注，那也希望我们后续线上的小伙伴们能有机会成为我们阿维塔的这个车主让我能为大家提供更多的出行的生活的场景和服务。是的，我觉得春总说的太好了，能够感受到您是非常用心的然后我们也很期待在我们的后续当中能够看到我们阿维塔能够有到更多咱们更精彩的一些车型，也有更好的销量。好，谢谢。是的所以说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春总非常谢谢您我们等会儿在我们的粉丝盛典再跟您再见了，可以稍事休息一下。好的，谢谢春总。好，晚点见。是的，我们等会儿见。好，拜拜。是的，我们刚刚也是跟大家去聊到了。非常激动，当黑科技加顶奢家居跟小塔结合，感觉阿维塔、华为、卡萨帝的联手不只是跨界，更是一场生活方式的革命，是不是？是的，其实呢，在这个我相信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们已经体验过所谓的智能科技或者说智能的一些产品但我相信也有很多人其实家里面可能还没有这种智能化的一些东西，可能大家还会停留在一些相对传统的观念，但我觉得这都是必然的，因为其实你在接受新东西，比方说像智能车子，那像小塔，我觉得它已经做到了在智能辅助驾驶上面的一些提升，已经帮到方方面面。那其实现在呢，车子智能了，那是不是住的地方也智能了？是的。那我们就来到我们这个展台，一起看看我们这个凯撒帝跟华为共同跟阿维塔打造的这样子的一个智能的一个展台，是不是？那我觉得对，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有一种在家的感觉那除了刚才分享到的这些之外我也感受到好像拥有到了魔法一样，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捷了。从技术的研发耕作到用户服务的全面升级，再到我们品牌生态的协同发展，每一点都让我们对于小塔的阿维塔的核心竞争力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那光我们说还不行这个街区里面其实还汇聚到了很多我们的塔友朋友一起共享盛宴。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呢，也邀请了一位车主的参加粉丝盛典的大家可能会非常熟悉的老熟人作为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我们的小雪儿跟我们一起共同分享。欢迎，我们欢迎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维塔车主小雪。Hello， 你好。小雪的话是在哪个城市来参加我们在重庆的粉丝盛典的？我是从海南海口飞到这里来。海南是热带的地方，美丽的城市。对，温差10度。是的，海南四季如春。这个海南的塔友打个招呼 ，Hello， 塔友在不在？是的，海南作为一个旅游胜地我真的是非常喜欢，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我们现在呢虽然穿着大衣，但是在海南还是沙滩椰林，非常美好的。也想问一下，小雪儿作为阿维塔车主，如果大家开着小塔去海南旅游的话，你有什么良心推荐吗？我推荐大家去我们的万宁还有琼海这个地方，会那个海景会更好看点，比三亚会更好。所以我的本地人推荐的，这个冬天一定要去开着小塔感受一下。那有什么美食吗？我们美食的话，大家应该都知道是海南椰子鸡，还有清补凉。这个夏天吃了很爽对，现在去吃也很合适。对，因为毕竟四季如夏。对，海南真的是一个好地方确实，现在说的都有点想去了。那小雪儿这一次来我们的重庆参加粉丝盛典，你第一个就是进入到这个街区之后的感受是什么？就非常的热情，每个工作人员都比较贴心，然后会让我们去那个打卡，然后教我们怎么那个。
对对对，就感觉服务很到位，对，主动服务，对，主动服务，是的，是的，就很热情，是的，很喜欢这种氛围，希望多参加这种活动。那除此之外呢，我也了解到啊，我先不说我们是什么样的身份，先问一下小雪儿，我们去入手到的小塔是什么样的车型？我是23年的5月份先入手了一辆阿维塔12，然后这辆车都是我先生在用，然后在去年的时候我又看到了这辆阿维塔06，特别是这个烟紫色。我第一眼，对我第一眼看上我就特别喜欢，然后正好我也需要，然后我又入手了一辆阿维塔06，然后想到了芋泥清补凉，对，就是很像这个烟紫色，也很感觉很符合我的气质。是的，其实这个有一个小问题想问问看这个雪妮哦，那就是小塔它的哪一部分哦是最吸引你当初这样一眼动心的？它的大灯。好，我们来镜头看一下。感受一下，雪妮一眼动心的曲率式大灯对，这也是我们家族性的设计哦。对，双 F 型的大眼睛，当时就是这个眼睛给我特别吸睛嘛，第一眼就能认出来它的独特，原创而且非常高颜值。它是我们家的，我们阿维塔的独创。对，其实我相信不只是前脸吧，是不是很多细节都非常的心动？有没有突出喜欢的一些，除了前脸之外的细节？我觉得它那个溜背很运动型，然后还有这个，特别是这个电子后视镜。我们给镜头看一下我们电子外后视镜啊。但有很多朋友可能是第一次见，对，可能刚开始大家都习惯用那个传统后视镜，后面我入手了以后，我用了2天，我就适应了。对，然后像传统后视镜会下雨天啊，然后还有那个高速的那个闪光灯。会用起来会，就是对晃眼睛，然后电子后视镜的话就不存在这种，还是很好上手的，非常好上手。是的，那除了这个之外，这些颜值之外啊，有没有在选择阿维塔的时候，觉得一些服务特点非常赢得你的信赖，所以选择要买第2台车？在服务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就是选择品牌的这种心得呀，或者好的体验感？当时我入手去看阿维塔的时候，那些工作人员给我讲解的华为 ADS，然后我体验了一下那个自驾，真的都不用，好心动，特别心动，就不用人开，然后也得要认真的握住方向盘，对，就是要握着方向盘，就不会像说之前那种传统的需要人全神贯注。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的产品专家来讲一讲咱们的智能辅助驾驶啦。对，其实我觉得这个用户的这个口碑一直都是我们最喜闻乐道的，因为其实真的在车内呢，你在进行这个比较长途的驾驶的时候，是会比较疲倦的。对。但是通过了我们这个华为赋能的这个 ADS 4.0，你会发现它能够大大的减轻了你这种压力的感觉。对，那种疲劳还有压力。疲劳。那其实呢，打开座椅的按摩，再打开座椅的加热，在这样子一个重庆的冬天，其实你心里面是暖暖的。是的。对。我经常在车里面休息。就是因为有了这个座舱，还有这种按摩功能，还有那个休憩模式。是的，小塔有这个休憩的模式。其实不仅是小雪儿作为双车车主非常有权威去分享这些，对，还有一个小秘密，大家可能看不出来啊。我们小雪儿呢，还是一个2个宝贝的妈妈。完全看不出来。是吗？有吗？屏幕大家能看得出来吗？看不出来。大家觉得美的扣一个美。那作为2个小朋友的妈妈，就是妈妈严选的视角了。有没有在这种使用过程当中，刚才说分享到喜欢到智能辅助驾驶，是不是更多的缓解了自己带娃的压力？对，它还有这个鸿蒙座舱5嘛，然后它特别可以联动那个中控，还有那个大屏幕，对，然后还可以玩游戏，缓解了我很多那种焦虑。对，带小朋友在车上，你会感觉到特别有压力，开车的话会分神。是的，小朋友会分神。对。有宝妈的应该都知道。有没有线上的宝妈感觉共鸣到了？对。那不仅是小塔的这个智慧座舱啊，非常的方便实用。那智能辅助驾驶在开启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有更多的一份精力去看看宝贝们的状态呀，对，关照到他们的情绪。是的。要不我们也给镜头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座舱的部分哦。其实呢，在整体的这个智能座舱呢，你会发现呢，
除了座舱的智能化之外哦，它的整体的配色，你当初选的内饰也是这个颜色？对，也是这个胭脂搭木质砚白里面。对，所以呢，整体真的感觉好像回到家里面哦，空间非常舒适，开着我们这个全车25扬声器的英国之宝，感受一下它坐在第一排听交响乐的这种临场感。确实呢，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车子充电，人也充电，就能够开启下一层哦。那我们它充电也很快，对，是的啊，充电速度也非常快，纯电版本从20%到80%只需要10分钟的时间。对对，就是这个很心动。对，这个比我以前也买过电车，然后它就是比我电车要充得快很多。哦，那作为2个宝贝的妈妈呢，我也想了解一下，小宝贝喜欢我们小塔吗？喜欢。是他青睐哪一点呢？他现在比我还熟悉小塔，我有时候不会语音唤醒，我会用手指，然后他比我还会用那个语音唤醒。对，小朋友们的视角，他更青睐这种互动的这种黑科技的方式。对对对，小朋友比大人还会使用。尤其这个升级我们的这个 Mola 大模型之后，对，但06还没有啊，还没有是吧？快了。对，我说我的怎么还没有？期待住了。对，07的话呢，它这个语音大模型能够帮助到大家。上了啊，对，07适应的更多一点。对，我能看出来。对的，我在这个期间体验过啊，他只要说小塔，我想吃清补凉，他马上给你列出来各种吃的方法。哎，这个我也想体验一下，也记待住了。那除此之外呢，我知道如果要是小雪儿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带小朋友出去的话，肯定也会，是不是会露营？会，我有露营过。所以说这里我们的外放电源，可以看一下。我们来看看，藏了哪些黑科技在里面呢？通过我们这个车外放电的这一个孔哦，插上我们插线板之后呢，基本上3.3千瓦的这个部分，能够帮助到我们在车外的一些露营也好。煮茶也好，听音乐，你可以进行很多种的外放设备的一些接入，所以呢，3.3千瓦的这个功率输出能够让大家在生活上面更为便利。我觉得能够调动大家露营的，肯定不只是因为咱们电车方便，而且咱们线下肯定是有小伙伴一起的。我也想问一下小雪儿，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线下海南的塔友们，是不是在线下也都各自成为了朋友，交流非常密集？是的，是的，我自从入手了这个阿维塔以后，我接触了朋友，基本都是阿维塔的。对，然后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那线下的粉丝群很活跃吗？我们的群非常活跃我们的群基本1个小时就999加。我脑补到这个画面了，我说连上这个外放电，然后呢再连个小冰箱，我们旁边正好有个冰箱，卡萨帝冰箱，对。那今天也是在这个展台非常特别，我们这个阿维塔、卡萨帝跟华为共同联名打造的一个智能的展台，对，非常的有意思。在我们海南啊，如果要是连上外放电，放一个制冰机啊，然后感觉太阳晒着，喝着一杯冰饮料，太惬意了。对，海南这个夏天特别需要一台冰箱。那除了我们这个冰箱这一趴之外，咱们往后一看。是不是看到了很多手机？朋友们，这些手机不全部与你，完全无关哦。你可能会拿到一台，因为我们线上还有很多的福利抽奖。这边呢就是我们华为的一个展区。都想全部打包带走。我也想打包带走。包括我们刚才小雪儿说非常喜欢的华为的那个生态的大屏就可以跟我们的手机呀、手表呀、对平板啊联动是吧？很了解，让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我也用过，我的 iPad 也连过那个车机，然后可以那个操控那个车的。那个功能对玩游戏也很对游戏，基本上在这个华为的平板也可以有。上次我们在这个车内演示过，基本上呢连上我们车机的屏幕之后，这个小平板基本上就成为后排的娱乐主机控制器了。对，我有体验过。是的，而且我们手机互联呀，包括手表互联，也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方便，好像有了魔法一样。刚才说黑科技能够赋能我们的生活，它是真正的很便捷的融入到了咱们的日常的生活情景当中。是的，就像小雪说，累了打把游戏是不是？对，我经常在车上休息，然后连接上打游戏，真的很像在
电影院或者是在私密空间里面玩。我觉得可能小雪儿被自己的小朋友感染到了，小朋友一般都很喜欢玩游戏。是的，是的。其实我觉得这个访谈当中，你会发现哦，我们的车主朋友们真的把车当家。是的，我车里的时间其实蛮久的。是的，对，我就是其中一个。对，这个我觉得是等于说我们当初的设定也是，我们希望说车其实是家的延伸。不管是我们的这个音响的系统啊，座椅的这样一个舒适性啊，我们都希望跟家一样舒服。对，我们再往前走，还有亮点呢。哎，亮点每一步都非常的多。对，在我们这边呢，是一个能看出来是什么东西吗？朋友们，我想问一下小雪儿，在家里面会不会经常带小朋友一起做饼干呀，做甜品呀？会。那我们这个黑科技，这个应该是烤箱吧？对，这是一个烤箱，也是智能烤箱特别智能。对，这还有触控屏哦。虽然可能不是鸿蒙座舱，但是呢，它已经有基础的一些菜单，比方它有 AI 的菜谱、大师的菜谱。那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对于煮饭，也许会有一点怕怕的，或者会觉得有点麻烦。交给我们凯撒蒂，马上就解决了。是的，好像可以连接手机了，是吧？对，可以用手机去控制，也可以用手机去查找，都可以哦。难道可以用我们车机大屏？智能？敬请期待一下。你在车上点菜，可以吗？凯撒蒂接单，上就已经做好饭了。将来我们想一想。这么神奇啊？对。那既然说到了家庭场景，我们就不得不说到我们另外一位成员了，就是我们的小塔07。我们来看看旁边这一台啊，就是我们家族的07了。对，这也是我们的另外一个明星产品阿维塔07。是的，对，作为家庭出行的好伙伴，07可以说是一个比较首选的了，因为它空间大，而且呢能够让大家在户外露营的时候也感觉到很平稳。那既然来到了07的这个车前，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个车主啊，也不只是有06的小雪儿，我们邀请下一位重磅嘉宾出场，就欢迎我们的 P4，欢迎P4，大家好，我是 P4。是的 ，P4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线上的朋友们有没有眼熟的？眼熟的可以打个招呼。大家好。是的，那 P4老师，经常在绍兴和杭州两地往返，所以说这一次是从哪个城市出发的？杭州，因为杭州有机场，绍兴现在暂时没机场。那奔赴我们这场粉丝盛典，你在街区刚才我看你也走了走，感受怎么样？就我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就是第一次看到长安跟这么多用户朋友们就是有一个互动，我觉得这可以让可以让用户更加了解长安这个品牌嘛，也可以让长安更加了解用户的一些需求。那 P4老师，你是购入了哪一款车型？阿维塔07的 Max 纯电版。当时是怎么考量的？当然就觉得这辆车就是吸引我嘛，外观很国际化的审美，然后你走进座舱内部的时候，发现原来座舱内部也那么有科技感，然后你始于颜值之后，你再发现它有华为的高阶支架，有宁德的电池，还有长安本身很良心的制造，就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长安的整个底盘制造用料真的非常良心的。对，我的06我觉得底盘也特别好。那这个呢就操控很好。车主的亲自发言啊，这得咱们产品专家来介绍一下。其实真的刚刚听到这个 P4的一个心得感想，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欣慰，因为真的我们在这个产品打造的时候，长安华为宁德时代真的是各司其职之外，是真的是倾心全力给到阿维塔最好的东西。首先是电池，确保大家用的安心，用的放心，续航无忧之外呢，智能化开起来非常的顺畅之外呢，还可以省心的这样子长途出行。最后就是我们的制造的部分。其实早上你们应该也参观过这个工厂。对，我们参观了。对，这个工厂呢，真的是网红工厂因为呢，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智能化的体验呢，体现在方方面面之外，给到大家质量无忧的一个产品，也是我们长安造车的一个初衷是的，也让我们看到了小塔的背后，原来高颜值、高价值和高科技的小塔，还有这么多黑科技的支持。那除此之外，我们也了解到P4老师其实日常除了往返杭州和绍兴两地之外，那其余的用车场景也是非常多的。对，是的，因为我基本上工作原因嘛，经常出差，周边其实经常用车，我一年下来已经开了38000公里了，平均每天要平均每天开100公里以上。所以如果说没有小塔的一个智驾，还有小塔的一个纯电的省电模式我其实生活成本也要高很多。一天平均100，对，月行1000里，对。那这个用车体验真的是非常有权威性这个发言。所以说你在感受过这么长时间的这个跟小塔的亲密接触之后，如果让P4老师为小塔代言一下，那
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代言一下，就是代言不敢当，就是大家如果说喜欢华为高阶智驾，就是喜欢华为系车的，又喜欢年轻化有设计感的，我觉得阿维塔真的是不二之选。真的。是的。那在小雪，你说，我也更适合代言。对，我觉得阿维塔真的很年轻化，特别适合我们这种年轻，然后有活力的，然后又像我宝妈06，我真的很对，很喜欢。那小雪儿作为宝妈，分享到自己最惊艳的使用场景就是带娃的时候。那P4你自己使用的最惊艳你的这个使用场景是哪些？我觉得最惊艳的肯定是就是一个智能化，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用车场景的改变。就我们以前觉得用车就是交通工具嘛，但现在就觉得用车它只是一个场景变化，就你可以在车里其实可以工作，可以玩游戏，可以看电影，它是一个生活场景变化。就是小塔就给我这种感觉，跟之前以前开奔驰、宝马完全不是一样的感觉。尤其别忘了它还可以 K 歌，对，喜欢唱歌的朋友车上还可以 K 歌，对。更喜欢在车里待一待了。对。那车家生态呢，其实也是我们一直在打造的这样的一个中心方向。舅哥其实也知道，我们做了很多场直播，包括之前的 Mola 直播呀，以及我们的一些生活化的直播，都有分享小塔在我们的生活场景当中，它能够给我们带来的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交通工具。是的，其实我们一直在所谓的扩充我们小塔的一个能力边界哦。那从现在这个应该说这个月开始，应该就会陆续的会有这个 OTA 的信息释放出来，大家可以进行关注一下。那通过我们这个大模型的这个 Mola 的推送之后呢，你的这个语音助理小塔呢，能够变成语音管家，它能够更懂你之外，它还可以去理解你说话背后的意思。就举个例子，比方说你说，哎呀，这个距离有点远啊，它就帮你找比较近，帮你找附近的。对。那你说，哎呀，这个我好像有点热了，这个腰不好，开始帮你推了，他就开始按摩了啊，类似这样，他会懂你后面那个话的意思。所以其实真的，就我们 Mola 架构马上就会能 OTA， 是不是？对 OTA， 这是好消息啊！大家尽管不是敬请期待啊，敬请期待，正在努力的研发当中。因为我们上次跟这个研发的工程师也在催嘛，大家都很急，我们都理解，大家都很急，大家先别急，因为我们还有很多质量的这个检验啊，需要和这个通过之后才能够推动给大家。对，打开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对不对？那其实P4老师还有一个身份，我觉得我个人可以称他为种草新推官。相信P4老师在我们直播间里的展现，包括他个人账号上的展现，是我们很多台友非常熟悉的一个面孔了。据说P4老师有一个非常棒的战绩啊。哎呦。这个战绩呢，我用一个数字来概括，2000。2000不是2000，推荐大家去试驾。当然没有，对，很厉害。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通过自己影响力，因为自己本身就有账号嘛，就很希望通过自己影响力去让大家认识小塔这辆车。如果大家认识到，才可能会喜欢，才可能会购买嘛。我这样想法。挺好的，是的，真棒。感觉朋友们，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也可以关注P4老师的账号。我相信这些真实推荐的、真实推荐的故事，也会让大家看到原来还有这样的一种另外的生活方式。那今天我们刚才沉浸式展示的就是我们阿维塔的联合展区了。在这个街区呢，有很多亮点，包括充满着年味儿的互动点位。不如我们让2位粉丝车主。我们移动移动，感受一下。我们通过镜头给大家也感受一下现场的一个氛围吧。是的，那我们首先打卡咱们的这个具有年味儿的非遗点位啊。对。说到非遗，其实线下的一些活动，我们也看到过非遗的影子，一直在跟小塔的绑定非常深。因为原创设计阿维塔匠心传承新豪华，一直是小塔想要传承的。我们不光是有黑科技，还有传承下来的匠心这样的一种精神。我想请舅哥分享一下。其实，在非遗街区，我们看到有竹编呀，包括一些面人啊。之前在我们的直播当中有去亲自体验过。对，其实非遗在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出现的频次非常的高，无论是我们之前去比方说这个苏绣啊、这个广绣啊，还有很多的这些刺绣的一些非遗之外呢，运用在很多生活上方方面面的一些。像我们竹编也是一个刺绣的竹编的这样的一个非遗，也是给大家很好的一个体验。那我们其实呢也是希望能够传递出来什么呢？中国制造之外，还有中国的文化，我们还有很多文化的底蕴，其实很想通过我们镜头分享给大家。
这些其实也会体现在我们产品当中。接下来通过我们很多的 CMF 的一些设计，可以融合到这样子的一个车内哦。对。那2位车主现在有参加过这样的活动？哦，我们那个车友会有组织过一次这种竹编的个活动。哎，说到竹编，咱们就来到竹编这个展台前面了。对，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我们这个竹编的一个成品在这边，就是我们这个长安的 logo。对，是的。那这个竹编，以及呢，我们在这个竹编的展台呢，也跟大家展示一下。对。哇，这个展台我们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花样。哇，有鲜花，还有这个胸针、发卡、发簪，做的好美呀。非常漂亮。对，其实呢，在传统的这个时代，你会发现竹子哦，它的用途非常的广。对。啊，不仅仅呢用来，有些是用在建筑上面或者一些支撑。那像我们日常使用的一些东西呢，比方说竹篓、竹篮，这些都可以用来我们的日常使用之外，还有装饰品哦，那就是我们这些竹编的手工艺啦。哇，在这个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马年啊，马到成功，今年马年。对，那其实之前我们也跟这个邵飞总哦，我们这个一起来直播过我们做这个竹编的一个手工艺的部分。那其实每一次的这个体验，你会发现它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非常沉浸的，你是非常静下心来。这个我觉得就是非遗迷人的地方，因为你真的会静下心来体验这整个过程，包括你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细节。它这个间隙的一个变化，以及我们在这个选择材质的颜色上面的一些精心的巧思，我觉得这都是值得我们去等于现代人慢下来、慢生活的一个体现。好看又实用，就像我们的小塔一样。对。既高颜值又高价值，实用性能非常的高。是的。在日常生活当中，使用频次也很高。那这个非遗呢，其实我有了解到，也是作为我们国礼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很多我们重大活动的时候，全球活动的时候，像我们这样的一次全球的粉丝盛典，有到非遗竹编的呈现呢，也吸引了很多国外的友人。对的。刚才已经看到来自这个是全球各地哦，看到阿根廷的，对，我有中东的。还有很多欧洲人都来了。对，新的面孔让我们感觉非常的惊艳。那在这儿呢，也有很多节日氛围的相关主编。刚才小雪儿拿的这个马，也要祝线上的小伙伴们马到成功，马到成功啊！马到成功，大家给大家祝贺一下。马到成功，马到成功，很有意思啊！也欢迎朋友们多多参与我们线下的粉丝的这个活动，也可以体验到这样的一个非遗工艺。好。好，非常好的一个寓意哦，马年马到成功，龙马精神。是的。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移步到旁边的这个展区来看看，还有什么非常好玩的地方体验呢 ？Hello， 老师。Hello。我们来到的是面人节区。面人节区来了。对。我们看到，其实面人在非遗当中，我们传统想象都是像这样的一个大龙呀，我们经典人物呀。但是在这儿，我们看到了很多创新的体现，比如说我们的消防员，还有我们的摩托车。这个还有大龙呢。大龙，这个龙哇，很震撼，真好。龙马精神都有了啊。那创新的精神，包括非遗的传承，共同结合，造就了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喜欢参与这种非遗的互动。那稍后呢，我们也可以让老师跟我们一起展示一下，比如说现在正在捏的这个就是小熊猫了，小朋友很喜欢的。对，如果今天小朋友来了，一定会非常开心，肯定很开心了。其实你会发现，其实对，就是通过这个巧思哦，不论是我们这个手工艺的这个双手之外呢，还有一些思考在，比方说像这样子的一个构图，你会发现它把很多的元素融合在里面，体现出来除了是传统社会的一些状况之外呢，也体现出来我们对于整个生活上面各种这个人生百态哦，这样子的一个画面也是非常的精致哦。是的，在我们的阿维塔整体设计上面，我们也看到了区别于以前可能长安系的一些设计，包括一些元素，小塔的不论是在颜值上还是内部空间的黑科技使用上和展现上，都呈现出了一种让国际看了都认可的审美。据说我们小塔呢还在国际上获得了很多大奖，在今年呢也获得了一个新的奖项，就哥来讲一讲。今年其实我们获得的是这个设计上面的大奖，不仅仅是我们这个红点设计奖 F 大奖之外，还有我们2025年的这个产品原创设计的一个国家认证。所以呢，真的我们看到现场很多设计相关的一些东西，也会呼应到小塔的原创设计，也是
这个深深的让用户们被吸引的、打动的一个部分。那 P4老师平时喜欢做这种手工艺吗？我手工艺我做得到是不多，因为我们平时组织活动可能就是会现实一点，就是大家露营。但是审美很好，对，因为阿维塔本身就是原创作品嘛，我觉得还是。那也是原创，其实吸引到了你一部分的这个原因。那除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眼前这些面人之外啊，其实刚才呢我们也捏了一个小马人儿但是呢就在这儿，我们拿出来，我们刚才已经捏了，金元宝，亲自捏的，这个对。是的，对，就是这个了。小姐来分享一下，这个尾巴应该是我捏的，短短的。然后我们有个金元宝。金元宝。对，然后这个是他捏的，这个是他捏的。通力老师，马上发财，马上发财，马上发财，元宝。对，是的。跟大龙一起也祝大家今年龙马精神，是的，马到成功。对的，在新的一年有到这样的一个寓意呢，同时也让我看到了小塔不是一直在呈现出我们不光是原创设计高颜值，而且还是高定设计，可以量身定制的。比如说，现在小雪儿你的这个06这款车型上就有咱们的这个黑楼屏，对，有，以及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车机大屏上，因为屏幕很大，可以 DIY 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些屏幕，包括屏保，还有那个对，而且最近我知道。升级了我们的远端屏之后，对，咱们的歌词又更加酷炫了。我好像看到过，好像在抖音上刷到过，就是唱歌播放音乐的时候，那个歌词是很大一在上面的，浮上去的，非常黑科技，非常期待。我见到线上有一位粉丝朋友啊，也是我们的塔友，就光分享咱们的车机大屏，每一个作品就持续发，都有很多粉丝，只是放歌分享大屏，就已经吸引很多粉，是的，所以这个因为大家应该都很需求的。再来一个，要不要再来一个？一下？这个还有一个，这个捏一个。这是2个金元宝，哎，非常好。双宝，对，正好符合我2个宝宝。我拿走，我得拿回去了。我先放这里，一会儿我再回来拿回去啊。谢谢啊，谢谢送宝。那我们在面人这个非遗展区呢，就体验到这儿啊。后面呢，其实还有几个展区，分别是我们的糖人儿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剪纸呀，都非常的好玩。在前方这个地方，有个面人捏出了一个阿维塔的，捏出了一个我们长安系的 logo 啊。那在我们的对面呢，非遗展区的对面就是我们的这个娱乐区了啊。这个地方呢，不仅有我们的游戏啊，还有我们很多的这种乒乓互动的展台。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身后就来到了乒乓球的运动区域了。那在这个区域呢，大家可以扫2维码参与到我们线上 H5的打卡活动。我们每一个展台都是可以打卡的。那我们身后的这些乒乓球台呢，如果大家仔细去看的话，也会发现它们跟普通的乒乓球台不一样。它呢是有心形的爱心。对，我看到那个球拍有爱心的。是的，我们不如去感受一下。我们感受一下。好，有爱心的，还有这种体验一下这个趣味乒乓哦。我们试一下，感受一下。哇，这个球拍，它很小的一个。是的，对，很小一个，来试一下，来打一下。对，来。运动细胞。看起来平常是有在运动的。好，非常好用，多巴了。我觉得轻量化的运动，特别好用。好，我们先浅尝一下啊。对。那我们继续浅尝一下，再聊一聊关于运动方向的。我们知道线下其实很多阿维塔车主都有共同的一些标签，比如说就是青春，比如说就是活力，比如说就是年轻化。我们线下无论是我们的海南的耶塔会，还是我们绍兴的月塔会所在的这些群体，我相信2位见识的我们线下的这个用户画像非常多，跨越的年龄层段也非常多，从我们刚成年的到我们这个20到50左右的啊。对，我们设计师的一个舅舅，这个事情舅哥知道，已经是年纪比较长的了一个长辈了，他买了一台06的紫色。他也看得上06，心理非常年轻。那无论是运动分泌多巴胺，还是我们的这个开小塔去舒享生活，大家能够看到的阿维塔的用户画像，就是像我们今天2位这样年轻活泼啊，拥有非常多魅力的。是的。那舅哥其实也会发现啊，自从有了小塔之后，我们会更愿意出去玩了。对的。其实应该是说，有了小塔之后，你的生活除了便利性之外，它给你的是什么？给你是最宝贵的时间。对。举个例子，你正在车内休息，其实你会发现
如果今天你没有这样的一款车的时候，你可能要找个地方休息，这个其实是有点麻烦的。但是你开着你的心爱的小塔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在充电，你也在休息，是的，真的是非常的便利。它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家，第二个家，真的第二个家。而且线下的车友会的活动有很多运动相关的，有，我有参加过那个阿维塔。组织的那个网球活动2场，参加了2场，很有意思哦，很有意思。那在参与这个活动之前，有没有就是自己打不打网球？没有体验，没有打过，开拓了新的这个兴趣领域，对，还挺好的那种感觉。那线下我记得是当时是有2个明星的这个运动员来给我们车主朋友们进行这个教学的对，有的，感受怎么样？人家专业的看那一眼都看出来，打得非常的好。那舅哥其实也知道，我们邀请到的2位呢，都是第一是业余领域的这个冠军，那还有一位呢是我们整个行业当中也是这个算是一个世界冠军的存在了。线下车友会能够感受到的这些重量级的嘉宾，都是我们日常会给大家去安排到的。如果大家刚刚成为塔友，还没有加入车友会，想要参加的，也欢迎在评论区当中打出你的城市举手，看看我们欢迎来海南椰塔会海南的椰塔会。现在就现场认领一下，欢迎加入，直接加入组织。对。那其实升级了这个7星服务之后啊，我们线下有120多个车友会，大家都可以在各自的这个省份找到属于自己的小组织，可以像我们这样，不仅是在街区，也在线下像我们的椰桃会一样，多多聚会，多多玩。对，可以欢迎大家快多多参加阿维塔的那个车友会的聚会。那P4你在线下有没有喜欢的一些运动？线下我自己平时还会打羽毛球，因为现在年纪大了，很难组这种。你不要说年纪大，就很难组这种篮球队啊什么这种那么多人，可能羽毛球2个人可能就能玩，羽毛球可能会打快速的开一局。网球是确实太难掌握。对，确实比较难掌握。羽毛球平时小时候看着也很像打羽毛球的。舅哥，我知道舅哥喜欢打高尔夫球。对，高尔夫是我最近的爱好，高端。对，高尔夫是。对，但是就是说，其实你很难下场，因为下场时间太久，所以你可能就在练习场那打模拟器这种的，其实很快就可以去完成一局。所以我觉得现代人其实有很多解压的方式哦，运动也好，听音乐也好。那在车上我们还可以用零重力座椅舒压，把压力释放出来。我觉得这都是让生活更为正向、更为美好的一个。是的，我们刚才讲了很多球啊，其实前面呢，我们还有一个喜欢打篮球的重磅神秘嘉宾，咱们往前走一走。还有嘉宾要来了。但是在路上呢，我们沿途也会看到很多我们娱乐街区除了乒乓球展台之外的好玩的，比如说我们这个Switch 的这个游戏展区呀，或者是我们前方的一些打卡展区，都能够，你看线下已经有很多人在玩起来了。对，就像我们在车机上玩的那样。我不知道小雪儿家里的小朋友喜欢玩什么？特别喜欢玩，他们现在因为他们还小，像这种可能游戏比较还不懂复杂的话，他不怎么会玩，可能就在车机上那种小游戏，对，他会更喜欢一点。那说游戏P4的话，你玩游戏吗？我玩，肯定玩，男生吧，肯定没有。那有没有在车机上玩过游戏？车机上玩过，就车机你不仅可以玩车机里面游戏，而且它车子本身提供的空间也可以让你玩游戏嘛。是，没错。确实，车子的空间，而且呢，车子的大屏，对于我们这种即便是坐在2排的朋友，也能够看得非常清晰。这边游戏已经开始了，朋友们看现场多热闹。如果大家呢也想来体验的话，赶紧加入我们阿维塔大家庭吧。那既然说到加入我们阿维塔，舅哥，咱们继续来强调一下咱们这段时间吧，咱们的重磅粉丝福利吧。好，这期我们重磅的粉丝福利有，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在现场我们在参加这个粉丝盛典会得到的49999元的购车福利金的抽奖之外呢，明天1月8号我们还会有这个 APP 的首页上线我们的服务抽奖，并且呢会有什么呢？有5年的免费基础保养券，有单程取动车券、基础保养券以及21支的这个所谓的阳光普照奖，这些都可以在线上参与的。对，可以在线上参与的。好的，哇，非常好。49999，这个购车的这个券让我好心动啊！我也心动了，增加几个配置，再买一台。
那除了我们今天在直播间当中大家可以参与的之外呢，也要着重强调的是，我们明天1月8号，我们在 APP 上也有一些活动是大家也可以去参与到的，但是仅限明天哦，一定要关注好时间。对。那我们所有全国的台友们都是可以共同参与、共享盛会的，不光是我们这一次来到展区的、来到重庆的小伙伴们，还有的就是我们在线下全国的小伙伴们都能够共同去享受这一份喜悦和礼品。这边也是一个游戏展区，非常的有意思啊。那在前方呢，其实我们刚才说了，还有一位球友，喜欢打篮球的球友，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重磅嘉宾，就是我们阿维塔的客户官陈春总，已经在前方的这个展区啊，我们的伙伴的打卡墙等待我们了。我们镜头先带一下这个蛮有意思的，我们的这个车友啊正在进行打卡的一个活动，这个也是我们在这个现场的参加的我们的嘉宾哦。这是他们去打卡，然后他的奖品吧？是那个是那个。对，糖花啊，可以自己做这个糖花，对，非常的有意思。塔尖相遇，未来共处。对，看到大家都洋溢着微笑，我感觉也被，好像被这个环境、被这个氛围被感染了一样。对，我们刚刚讲食衣住行消，塔都帮你照顾到了，吃的东西也有了，玩的也有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跟我们的这个陈春总来打个招呼了。你看，可以看到现在非常的热情，被粉丝们围绕着。那我们来往前跟他打个招呼，来都好。那已经看到陈春总在现场了，我们来打个招呼。Hello， 陈春总。Hello， 陈总。那跟我们线上的小伙伴打个招呼吧。好，线上小伙伴们大家好啊，我是阿维塔客户官陈春，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心愿打卡墙啊，心愿打卡墙。一路走过来非常非常开心。那我们看到刚才打卡墙上也有同行3000万，其实陈春总呢也作为我们的用户客户官。想让您去讲解一下咱们这个同行3000万背后的时代分量，以及我们想要传递什么品牌理念呢？3000万的话是截止到目前我们的这个长安这个集团的这个销量。那3000万台车实际上背后承载的是如果按家庭来算的话，是1亿人的哈，承载的是1亿人的这个出行的这种这种出行的这种安全也好啊，幸福也好啊，出行的这个便利也好啊，那这3000万哈，我们是用了40年，第一个1000万的话用了应该是30年，第二个1000万用了7年，第三个1000万用了4年半，到现在啊，我们当然我们也希望未来有更多的伙伴，或者说我们能为更多的伙伴那个小伙伴能提供我们长安的这个产品和服务。哇，一步一个脚印。我们看到的2位车主也是3000万3000万之一，3000万之一，感觉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荣幸。那其实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展台呢，不仅是长安家的这个主展台，也是一个新院的景院墙的附近。我们可以通过前方的这个明信片去共同。来，我这里有，来参与一下，先抽一下，先盲抽一下，盲抽一下。抽到阿维塔06吗？来抽一下，抽到了什么就抽到了，是吧？抽到了就一定要买哦。我的已经是06的，对，06车主，小雪已经是了。来，主持人也抽一张哈。对，这种非常复古的表白的方式啊，让我感觉到这种长情的爱。对，是。那舅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怎么玩吧。对，其实也很简单。我们在背面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现在人可能很少写信或者写明信片了。对，基本上在传统的时代，这就是表达我们抒发情感的一个方式。是的。无论你要对家人、对朋友、对爱人，通过这个呢，能够把你的祝福，能够把你的心愿写上去，送到那个对方的手上哦。对，所以说我们在现场也看到很多用户朋友们都自发的写出了很多美好的祝愿和愿望，贴在我们这个身后啊。那不如我们现在也来感受一下吧。来，我们写一下2026年的第一个心愿。好，很简单啊，很简单，我也很简单。朋友们，猜猜我们作为车主，作为我们的阿维塔客户官、阿维塔产品专家，都有哪些想要表达的呢？写好了吗，朋友们？我看批次写的最快，是不是因为名字最好写啊？因为我就写了批次，我写的太小了。好，那我们分别让我们的这个嘉宾们展示一下，先陈春总吧。好，我写的是至美其心，这个因为我也想就是在26年哈，让我们
就是服务哈，让我们的所有的这个阿维塔的客户能感受到我们智美七星的打造。我们在质上面，在美上面，在七星级的服务上面哈，能实实在在的让大家体会到这种出行也好啊，生活也好的这种便捷和这种更舒适、更有品质啊、更有尊崇的那种感受。期待住了，期待住了。那小雪儿写的是。就阿维塔大卖哦，阿维塔大卖，最实在的愿望，这是我最实在的愿望。最实在愿望，对，让街上布满小塔。最诚心推荐。那P4呢？我也是阿维塔07大卖，因为我自己是07双车手。刚刚说错了，我是3000万分之2啊，3000万分之2，3000万分之1。对我也是大卖，但我是麦子的麦啊，大卖。对，只有一个共同的景愿啊，对，大家都有共同景愿。是的，那我呢，其实只画了一个爱心，因为我觉得在现场我只看到了暖暖的热爱，就是奔赴热爱嘛。那我们写好之后呢，要把这一份热爱，这3000万分热爱，代表着3000万分热爱的这个明信片贴到我们身后的这个墙面上。我们来拿一个小夹子，这个夹子。其实看到墙上已经贴了很多了。对。我们一起贴上去。来，我们车主朋友先给镜头看一下我们贴的这个，对。好，我们大家可以陆续的去贴好。好。哎，太棒了。好，我们大卖啊，大卖。继续来贴上。那我把我字比较丑，我把它封起来。在这里，好，墙上。其实还可以贴在我们的展台上方。好，大卖，共同纪念这个美好的一刻。对。那除了我们这个中心的展期之外呢，其实旁边还有一个对，旁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啊，就我们可以就是在这里拍照。那同时呢，这个会快速的立马把大家的这个美丽的影像啊打印出来啊，这打印到一张报纸上。来，这个画报，那我们一起，然后我们一起。好，我们一起。这个还没打印出来，一起合影一张。那我们工作人员帮忙操作一下吧。对。哦，好荣幸。我们女生在中间。好的。好，站好了。3，准备了。3、2、1。哇！定格这个瞬间，真好看，真的。定格美好一刻。可以打印。好，我们打印一份出来。是的，朋友们。是报纸是吧？对。像是。好，那我们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好，我们再移步我们的智能展台啦。我们最终回到我们小塔这个联合展台，共同回忆一下那些精彩的瞬间，以及我们展望一下未来，看一看线上的小伙伴们以及我们2位车主朋友们，在今年2026年还能够享受到什么样子的这个新的体验和新的感受吧。我站在陈春总旁边。来，好的，那来到了这个07车旁啊，其实我第一个想问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P4，首先想问一下P4，你有没有在这个用车过程当中非常深刻的一些经历？我记得有一次就是5·1节嘛，5·1节我是出行，然后当时我是觉得自己胎压不够稳，刚刚好我就知道，阿维塔节假日高速的时候都会在临时会设一些临时点位，就帮大家检测胎压，帮大家送一些水之类的，我觉得这个服务就很贴心。春总可能应该知道啊，这个应该我们每一年在这种关键的节假日哈，像5·1啊、11啊、春节啊这些节日，都会在一个是在门店内哈。如果我们的小伙伴确实有事情需要回到门店内的话，门店我们也会有礼物和就是除了服务以外，也会有礼物和惊喜给到大家。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在这种很多这种关键的这种一些高速的一些点上啊，我们也会为大家提供一些应急紧急的一些服务。这是我们在去年和今年哈，今年我们也会来持续来开展，也会有对吧？也会有。是我们7星服务的一部分，这个也是饱受好评。这个舅哥深有体会，因为舅哥经常参加我们的直播嘛，直播线上很多小伙伴们就是喜恶利剑，好评就是好评，差评就是差评。舅哥来分享一下。没错，基本上呢，现在在现场已经有好多老朋友在现场。在直播间的评论，在现场的这些点赞，我们都觉得非常的暖心。最近我确实看到很多的点赞是在我们门店的服务当中，7星级的这样的一个饮食饱餐一顿，这个我相信车主朋友们应该也感受得到这个升级，对，阿维塔大饭店嘛，就大家阿维塔大饭店体验过了，对，体验过了啊，这个也是我们想就是在今年哈，我们也会来持续来。在很多场景上我们希望给大家就是除了车我们是智美豪华，我们也希望就是大家能感受到的我们的服务也是智美7星的这种服务与此是匹配和对应的。
那另外的话，我们在今年这里也额外插播一下，这个就在这个月的25号，我们也会第一次开启我们的这个阿维塔的服务日。这个也欢迎服务日也欢迎我们的线上的小伙伴除了线上有活动之外，在线下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就门店内来感受我们的这个服务。是每个月的25号。对，是的，是每个月它都有。对，还不是一年一度。很期待。对，每年是的。那我必须每个月都去试。哇，我真的感觉好开心，每个月都有这种小小的仪式感。那说到仪式感，说到活动，说到开心之外，其实我跟春总还有这个小雪儿，我们共同还参与了一场线下的这个网球活动。对。参与了那个广州的那个对，那这个活动的话，那就不得不说到我们的06了06这一款车了。前，因为这场活动呢，其实叫做超6运动会。对，我们看到非常破框的一些车友，无论是咱们年轻的，还是说咱们小朋友都共同来到线下参加了，非常的热闹。那说到这个网球会我们刚才说到小雪儿是06的这个车主。对，朋友们，你们看一下。我们刚才运动的氛围加上小雪儿的这种状态，是不是非常的合适？那能不能跟线上的朋友们分享一下小雪儿的另一个身份？其实刚才也有讲到对，除了是06的车主以外还是阿维塔耶塔会的会长。是的，对。那我想问一下，我们耶塔会的会长，在明年线上有没有这个海南的朋友？耶塔会的朋友，明年咱们有什么安排呀？明年的我希望，我们现在是群里面已经有了3个群，然后差不多有1000多个人了。1000多人了。对，我希望明年的话加到5个群这样子。哇！就是希望我们今年。对，就在今年2026。2026。然后我们能越来越多人参加。对，参加我们那个线下的活动，然后大家一起聚。然后我们可以共享盛宴。对，大家庭越来越大。是的，就是有这个期望。其实我们像现在的车友会就是我也加入了一个车友会的那匿名的悄悄的但是我能感受到，就是在车友会的氛围里面，大家在对平时的大家分享自己的用车的呀，一些感受还有就是分享一些就是大家基于兴趣爱好会有很多的这种就是希望大家更多的就是借这个平台能聚到一起。那么其实在25年，我们在全国已经发展了125家的这个车友会了，已经发展了125家车友会了。这个也是像有很多像小雪一样，就是愿意为大家去自发去服务，为大家去搭建这个平台的这种热爱这一个事情的小伙伴很好的来帮我们更多的这种车友聚集到一起去分享自己的这个生活，因为热爱聚集在一起。其实给大家透露一个小秘密，我们 P4也是一个会长呢。地级市放心，乐塔会长。是的。那 P4有没有参加过一些让你记忆比较深刻的线下的活动？我们就是搭过帐篷，就是那个户外露营一起做过。然后我自己本身自发做一个会长的最大的原因，就是我希望有更多人能够通过用户去影响，然后把阿维塔这个品牌打出来。因为地级市嘛，很多地方不像1线城市都那么了解阿维塔这个品牌。对的。它地级市的话，可能用户跟用户之间传播，可以让大家更多了解阿维塔，然后去购买它，选择它。P4的影响力其实挺大的，因为刚才我们在着重强调一下，我们是有2000位朋友因为 P4的这个介绍去真正试驾了。2000。是的。而且大订阅还比较高的，还可以，非常谦虚是的，其实舅哥也是我们小卡的深度用户了，对，也平时参加了不少阿维塔线下的活动。有没有舅哥你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我们活动部组织的一些车友活动？对，其实我比较深刻的是一些，比方像我们520月己日，那时候我们在这个阿那亚那边进行了一个海滩的音乐节其实当时真的是我觉得大家共襄盛举之外，因为看到很多有才艺的车主朋友们也在现场表演了各自的才艺，所以这真的是我觉得品牌跟用户走在一起双向奔赴的最佳印证。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到我们其实还有很多重磅福利给线上的朋友们准备了。我们再次强调一下，在1月8号我们会有到一个在 APP 上的大家车友朋友都可以参与到的一些抽奖活动。
就是人人有份儿。有我们的这个取提车券呀，还有我们的这个1值呀，以及我们的一些相关的实物福利，朋友们想要参加的可以多多参加。是的。那同时呢，也想让舅哥再说一下咱们1月份的购车福利。我们的购车福利是非常的诚意满满哦。除了这个全系1万元的超级置换补贴之外呢，金融零息的方案，还有加充装折扣这样子的一些方案之外呢，还有一个是配合今天粉丝盛典即将抽选的这样的49999的购车抵用券哦，那真的是福利满满，福利不断，宠粉宠到家哦。大家也知道，我们的客户官就在我的旁边，有什么建议，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对于未来的期待，都可以打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公屏上。也想问一下陈春总，办了这么多场活动，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哪几场？这么多活动当中，就是这么说吧，就是我觉得阿维塔我们做的每一场活动，实际上都是，真的是用心，希望大家能在活动当中有更好的感受。那么最好的活动，我觉得是在下一场。今天晚上这一场啊。是的，今天晚上这一场，朋友们，我们其实距离我们晚会的开启时间不远了，所以我们还有一些小小的彩蛋就在我们的会场现场。那2位车主朋友们感受完这些之后，你们有没有对于现场活动的一些期待？是不是？好像今晚会有抽奖是吧？是的，还是只有这个期待。是的，对，跟大家抽了个大奖，抽了大奖。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其实还有很多精彩的表演。大家在线上的朋友呢，也可以通过关注我们阿维塔的官方直播间，实时的跟进，共同的感受一下咱们整个重庆现场的氛围。如果大家也想要参与下一场的粉丝盛典，欢迎大家加入我们阿维塔车友会，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这个群体啊，也可以通过点击屏幕下方的福利小风车的方式，完成第1次试驾，你来感受一下小塔真正带给你的这种别样的体验感。那距离我们的粉丝盛典开始呢，其实时间不多了，但是我们还有点时间，咱们再聊一聊。我也想请这个我们在座的几位嘉宾也分享一下，就是今年1年2025年，其实我们从开年的车型一直到我们下半年增加了我们的06，也感受到我们用户越来越多。那这么多用户，其实他的年龄跨度是比较大的。有没有在这种线下组织活动或者参与活动的时候，感受到因为有年龄的这个跨越，所以我们需要多额外的注意到的点位，或者是增设的一些不同的参与方式。我记得是在参加我们06的网球运动会的时候，看到现在有很多小朋友，对，但是融入非常的快。是的，这都是不是共同的被我们小塔的这种活跃的精神感染的？对，就带动了我们这些活跃。刚才说到，其实有年纪稍微有点年长的朋友。那他们参加这种活动的时候，相信陈春总是参与比较多的。其实我的感受啊，就是我们的买的06和07的这个客户的话，相对来说的话，会就是对于这种运动啊，对于这种比较充满激情的这种活动会更喜欢一点。但是我觉得好像跟年龄还没有太大的这个关系，就是好像大家因为这种性格和兴趣爱好会聚在一起。所以说，看到我们整个小塔车主的形象都是非常青春的、昂扬的，融入起来也非常的快，也通过了我们线下这些活动，开拓了很多自己的兴趣的新领域。那陈春总个人比较喜欢的运动领域是哪些？这个我不能说，这个就是因为这26年，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这26年，其实我们还会为我们的小伙伴们组织非常多的这个活动，这个跟大家的兴趣爱好啊、圈层啊这些也会充分的结合起来。刚才有聊到我们各自非常喜欢的这个领域啊，我先不读线上朋友们发出的一些这个想法啊，先问一下舅哥，你是不是期待有这个高尔夫？对，我期待会有因为我觉得高尔夫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活动，它不仅仅是一个所谓的运动，我觉得它是一个哲学。为什么？因为球不动，只有你人在动。其实你要打到球，不是球来找你，这其实是哲学问题，你如何打到它。所以我一直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仅是锻炼身体之外，也要看，到底我的动作怎样去修改会更好，球怎么飞可能更远。这个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小塔 OTA 的过程。
不断思考、不断精进，我如何能够改善，我如何能够给到大家更好的体验。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活动。当然，除了这个以外，篮球啊，这个足球也都是非常好的活动，我们也都会常常去玩。正是这些运动的过程，让我们产生了更多的多巴胺，然后我们更深刻的感受到自己灵魂其实内部的共振啊。那除此之外，我自己个人呢也是非常期待有这种，比如说。滑板啊等等这些极限运动的一些感受。那我也有了解到，其实，在1月份我们也有0级车主的一些活动，在线下贵州是不是有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刚结束了一个贵州的活动，对。我们看到了0级车主他们各自开着自己的012，从我们的这个家乡啊，有南方的，有北方的，开往贵州，一同体验我们线下的一些非遗手工艺。也是精炼的呈现了我们小塔所传递出来的这种几个新。第一是新能源，第二呢是这个我们的高科技的这个智能化，第三呢就是全球化。因为012不光是有我们的国内的朋友他是车主，也有很多全球的小伙伴，比如说陈总来介绍一下吧。这个确实我们0级的客户这个除了国内国外，这个真的是有非常多的，因为像这一帮小伙伴的话，就是对这种品质的这种感觉生活的这种这种追求，还有这种创作的这种东西他就会相对来说的话会更倾向一些，会更喜欢一些所以说我们也在为就每一年0级的这个客户来打造一些就是属于他们的这种活动的这种喜欢的这种活动。是的，我记得0级车主的持有者不只是有我们很多的明星达人，还有我们这个街区的小伙伴还有我们海外的。朋友们，我们编导老师递来一张，哇，先看一下，我们上报纸了，上报纸了，上头版了。定格住的美好瞬间，我要珍藏起来啊！对。朋友们，如果线下大家参加的话，或者线上正在街区的粉丝朋友们，你们也在围观的话，也可以去那儿打卡定格住这样的美好瞬间。那继续回，显得我们很帅好好看。原来这就是上报纸的感觉，上报了。对，希望我们小塔未来2026的每一天都是头条。哇，挺好，挺好。让我们共同携手创造更好的社区，也共同携手营造出更大的这种家庭氛围。马上新年就要到了。其实你刚刚说到社区就是我们其实今天在的这个展台，除了我们的2台车以外，其实我们也是联合华为卡萨帝我们这共同打造的一个就是整体家庭出行也好家庭也好这样的这种生活的氛围和场景。我们也想告诉我们这样的小伙伴，就是阿维塔我们创造的也是移动的家的这种感觉。是的，移动的小家，然后我们感觉好像只要回到了我的小塔上，我就灵魂有了栖息地，就可以做回我自己。比如说在工作感到压力的时候，中午午休，或者是我感觉到受到有点沮丧或者孤独的时候，小塔都有这种情感赋能。我相信大家也有很多这种跟我共鸣的瞬间那说到我们共创，说到粉丝盛典，又拉回到了我们的主题。其实马上还有很短的时间，我们的粉丝盛典就要开启了。我也想邀请我们的2位车主朋友，首先分享一下你们感觉小塔在治愈你的瞬间。我是不是就是因为有时候带2个宝宝会有那种就烦躁的心或者什么，然后我经常会一个人会在车里面开启那个双灵动座椅，然后休憩模式，然后它会有那种有那种海的声音，或者是还有那个就是我经常白噪音，对，然后就在里面休息片刻，属于自己的空间，让自己身心放松。对，这种疲惫会让自己身心放松。那P4呢？我说2个，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很帅的瞬间，就是当我从没有了解过智驾到看着它方向盘自己转自己走路的时候，我是很惊艳的。我是觉得很惊奇，我觉得原来国产已经那么强大了。对。然后第二，因为我以前是开进口车的，我以前觉得开国产车不行，现在觉得开国产车好前卫，就是思想的变化，市场的变化。第二个的话就是我觉得就是阿维塔的氛围灯，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真的它整个内饰的氛围质感可以说是国产天花板题材。对，真的很帅。
也很治愈。是的，真实的体验。我看到我们线上很多的小伙伴也说，确实很认同。今天也有新来的小伙伴问今天是什么活动。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重庆。那我们所参加的这个活动呢，是长安汽车全球全球的这个粉丝盛典10周年。是的，那大家也知道，我们这一次盛典的口号呢是同行3000万，一路新长安。那这一场我们体验街区的活动，其实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我也想邀请我们的重磅嘉宾陈春总、小雪儿，还有我们P4和舅哥一起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我想要喊的是同行3000万，一路新长安，小塔大卖，好不好？好。那我们在最后的一个阶段，也是祝愿大家，今年真的是小塔的这个出海元年哦，那也是呢，我们这个小塔今年开年第一波啊，那真的是呢，希望给到大家一种所谓的欢乐跟这个感恩，跟用户们在一起，我们也希望呢，祝愿小塔越走越稳，越走越好哦。那我们一起来喊一下我们这个最后的一个新的一个这个新的口号啊。那我们就是用这个同行3000万一路新长安，2026年小塔大卖，就是3句话。好的，好，3、2、1，同行3000万，一路新长安，2026年小塔大卖。那粉丝盛典马上就开始了，朋友们，等会儿我们粉丝盛典不见不散，一定要点个关注哟，拜拜，拜拜。多摇一会儿，多摇会儿，还有5秒，还有5秒。